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谢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尿毒症。尿毒症虽然不是癌症，却比癌症更可怕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种病似乎离自己很遥远，应该是老年人才有的病，不会出现在我们年轻人身上。那或许有一个数据大家需要知道。据最新发布的中国肾脏疾病年度科学报告显示，中国的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 10.8%， 这表示中国每10个人里就有1个人有肾病。而其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在每10个尿毒症患者中，就有4个患者的年龄在10到30岁之间。为何尿毒症患者越来越多，人群也越来越年轻？究其原因，跟以下3个方面脱离不了关系。第一个方面，为什么尿毒症会年轻化？1. 憋尿。由于尿液中存在一些身体的代谢废物，如果不能够将这些液体及废物及时排出，就会导致膀胱的负担加重，还有可能让这些尿液逆流到肾脏，进而导致肾脏也出现问题。2. 熬夜。晚上的睡眠时间可助消除身体的疲劳，还能够让各个器官进行修复并且恢复，进而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出废物。而长期熬夜会让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受到影响，容易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修复以及休息，导致肾脏排除毒素的功能下降，久而久之就会让这些毒素堆积在肾脏以及身体内，进而引发肾脏疾病以及其他疾病。3. 酗酒。据统计，每星期喝至少7杯酒的人，出现血肌酐增高的可能性比每星期仅喝1杯或不喝酒的人高 30%。 血肌酐增高是肾功能损伤的强烈信号，酒精代谢及肝脏损伤使有毒物质不能排泄，直接给肾脏增加负担。长期大量饮酒使血尿酸增高，尿酸沉积阻塞肾睾管，形成尿酸性肾结石，加重肾衰竭的发生。大量饮酒后易引起横纹肌溶解肌酸激酶增高，毒素加剧肾损伤。尿毒症亦称中末期肾病，是慢性肾脏病的共同结局，但并非所有的慢性肾脏病都发展到尿毒症。那么哪些因素可诱发尿毒症呢？第二个方面说一说诱发尿毒症的5大因素。因素1：肾病。肾病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。早期肾病由于患者不重视生活习惯，往往会加速病情的发展，特别是熬夜、工作劳累、暴饮暴食等不良习惯，更容易造成尿毒症的发生。因素2：高血压。尿毒症是高血压的常见并发症，50%的高血压患者可能会被转化为尿毒症。高血压患者应当积极配合治疗，控制血压，改善病情。因素3：泌尿感染。泌尿感染与尿毒症有一定关系，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可能诱发尿毒症。在我国，慢性肾盂肾炎是尿毒症的第2位因素，占 21.2%。已婚妇女更容易患上尿感，其患上尿毒症的风险更大。因素4：糖尿病。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，而糖尿病肾病患者中是有尿毒症的情况出现的，特别是糖耐量是比较低的患者，诱发尿毒症的情况是很大几率出现的。因素5：药物的毒副作用。相关数据统计发现，近30%的肾衰竭病人因为长期吃药产生了毒副作用，导致肾功能出现了问题，最后引发了尿毒症。第3个方面来说一说尿毒症的毒性。尿毒症一旦发生会危害全身。危害1：皮肤。尿毒症期出现的一个并发症高磷血症，是指体内磷含量超标而无法通过尿液排出体外，部分毒素想通过汗液排出，如果这其中磷含量多，就会导致皮肤瘙痒，同时皮肤也会出现其他病变，如黑素沉着斑、化脓性感染等。危害2：消化系统。人体排泄毒素的3个通道，尿液、汗液、粪便。当主要通道尿液堵死之后，汗液粪便就会多承担些责任，随着病程的延长，胃肠道反应会越来越明显。起初可能只是食欲不振、恶心呕吐，随着内源性毒素的累积，逐渐刺激胃肠黏膜，引起纤维素性炎症，形成溃疡出血也是有可能的。危害3：血液系统。尿毒症期的患者多多少少都会有贫血症状，这时候尿毒症患者只能打促红素来帮助身体造血。危害4：神经系统。神经系统受损通常表现为早期头痛、乏力、烦躁，严重失眠，到后期会出现意识障碍、昏迷等症状。危害5：心血管系统。尿毒症期肾病患者心血管系统变得极易脆弱和危险，该系统上的病变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衰、心律失常等。虽然这通常出现在中晚期，但是一旦出现就会威胁肾病患者的生命安全。尿毒症一旦查出，除了终身透析以外，就只有换肾。其实尿毒症有前兆，都是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综合作用的结果。下面这4种食物是尿毒症的加速器。第1种，盐分较多的食物，比如咸菜盐可以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。若是正常摄入盐分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
可现在的人饮食口味普遍偏重，导致吃盐远远超过每日正常推荐量，这就造成吃得过咸，增加了肾脏负担。加之摄入过多的钠，会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，体内水分不易排出，进一步增加肾脏负担。第二种，磷含量高的食物。人体内的磷元素需要通过肾小球过滤排出，长期食用含磷高的食物势必会加重肾脏负担，使肾脏过滤功能下降，久而久之对肾脏形成伤害。因此水产品、动物肝脏、蛋黄以及干果类等食物都需要注意控制摄入量。第三种，杨桃。杨桃有一种神经毒素，也叫杨桃毒素，这种毒素会对大脑与肾功能造成损害。对于健康人来说，吃杨桃没有什么威胁，可以顺利从体内排泄掉。如果是肾脏病患者或者曾有过肾脏疾病史的人，最好不要吃杨桃，以防加重肾病或导致肾病复发中毒，危及生命。第四种，羊肉。羊肉属于高嘌呤食物，易引发尿酸水平升高，同时羊肉也含有很多的动物脂肪，进入体内不易消化，增加肝脏代谢，同时会促使肾动脉硬化，肾脏萎缩变性，引起动脉硬化性肾病。所以吃羊肉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食用的量。了解了以上元素以后，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呢？医生建议定期检查。很多人在肾病初期时自己根本就察觉不到，但那些最常见的乏力、恶心、腰痛、尿里有泡沫、夜尿增多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，其实都在沉默而有力地提示你，你的肾脏可能出现问题了，赶快去检查一下吧。